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今天咱们来说一些比较严肃严重的事儿啊，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我们在币圈呀，该想想身后事儿了。今天要讲的事情太重要了，跟清零、跟归零有关。仔细听好，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啊，是关乎于你们日后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和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一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啊！帮助各位在大跌的行情之下，回点血，赚点子弹钱。为了公平起见啊，你们的留言我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中奖人数依然是10人，这些都是可以卖钱的 NFT 哦。好，来讲正题。Luna 爆雷的这个事情引起了全世界无数人的破产，项目方和交易所少数人割了大多数人，财富浓缩。无数的破产人当中呢，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超过100人自我归西了。面具人，我一直在强调，币圈没门槛，谁都能炒币，大部分的炒币客都是低文化、低素质的，那这也就决定了币圈的生态环境是以赌徒和投机客文盲为主的。正经的项目，这些炒币客人家还不玩呢，觉得不够刺激，倍率不够高，人家就喜欢暴涨暴跌，梭哈干进去，死了算了，对吧？这句话你们经常能在网上听到。很多这些韭菜炒币客们看到别人暴涨赚钱了以后，他就眼红，然后就 FOMO， 但是自己买却暴跌，然后呢，又承担不起后果，亏钱了，口袋里面承受不了了，或者是借钱炒币，扛不住了，就去自我归西。其实币圈的赌博模式啊，和我们去赌场玩什么老虎机是一样的，你玩的东西都是系统设定好的。这个盘子什么时候拉，庄家不会亏，池子里面有多少人了以后，就可以开始跌，可以割韭菜。这些都是程序设定好的，没人进场，他就用自有资金，甚至交易所可以直接篡改数据啊，做假盘面，让盘面涨。可是呢，有人买了以后，到达触发位置了，它就开始跌。那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不买它就一直涨，你买了呢，它反而就跌；你不买它涨，你一买它就跌，就是这个道理。系统会适当的放出来一些那些10块、20块的小额单子，让那些人买进去，赚个几倍，赚点钱。然后呢，这些人赚到钱了以后，本身就是贪小便宜的人嘛，就会到处传。这就相当于让他们去传，等于说是广告费了嘛，对不对？这些交易所、币商，他就是利用你们的眼红心态，然后呢，你们就看到了，我投了10块钱，赚了3倍、5倍、10几倍。早知道我就投1000块钱、1万块钱了。让你们也看，让你们都看到了。这人投了10块、20块、30块，翻了10倍、20倍、几十倍。早知道我跟他也一样，抓住机会，直接1万块钱干进去，翻个几十倍，我现在就赚大钱了，是不是？实际上呢，你们要拿大钱干进去，他这个盘子就会开始跌。明白了没？这是算法决定的。但是呢，那些占了便宜的，赚了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人，就会到处传，本身就是贪小便宜的人，这就相当于给他们发广告费了，让他们去宣传。明白了没？这些交易所、币商就是利用你们的眼红心态啊，见不得别人赚钱，见不得别人好，别人一赚钱，你比他还激动，对不对？然后呢，你也买进去，你买进去了，它就跌。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啊，我控制着数万人的加密货币社区，各种群、各种推特，我都控制着呢。我自己的这些散户群都有几万人，
我在这里面没有见过一个，好家伙，买了几万的 Luna， 然后就赚了几百万的，没有见过一个，几万个人当中都没有一个。反而呢，那种10块、几块、20几块、30几块，赚了个几百块的，投了个1、200，赚了个上千块的倒是有啊，但是也都是那极个别的少数。然后呢，他们就大吹特吹，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托。总之呢，没有看见过投个几万赚了几百万的那种啊。交易所真的就让你们人人都赚几百万了，他还活不活了？项目方都让你们人人赚了几百万了，项目方还活不活了啊？你们想想。而且呢，在系统程式设定好的世界里面，怎么可能会有奇迹呢？系统设定好了就是设定好了，没有任何的奇迹和荒诞的可能性。你们如果信什么在这种跑马机里面、老虎机里面能走到一个赚大钱的程度，那你就和那种玩老虎机梦想能赚大钱的人是一个水平，懂了没？小时候去没去过那种游戏厅玩打币游戏机啊？你觉得有几个人能在打币游戏机一下赚发财的大钱的？没有吧？Luna 也好 ，AVAX 也罢，我告诉你们，99%的加密货币是没有任何产能的，也没有任何实体商品的，它就是一个数字啊，利滚利，利套利。你把钱给我，我把钱给你；你把钱给我，我把数字给你。你把数字归零了，那归零了就归零了。整个币圈目前仍然是高利贷借贷游戏，拉人头、垫砖、抽砖的游戏，懂了没？没有任何的价值，它的价值完全来源于你觉得它能涨，我也觉得它能涨，咱们比谁先买得快，谁先跑得快，懂了没？真正这个泡沫一旦破裂，这个信任一旦崩塌，或者说项目方抽池子、撤池子，把资金拿走了，那你们就是归零，死的死无葬身之地，死的比屎还要惨，懂了没？这群数字这堆数字是没有毛的，懂了没？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大环境现在大环境就是加息缩表，加息缩表，懂了没？这个息不单单是你听到的美联储一加好像加了个0.5不多，但是我在上期节目中说过了。多头借贷放大贷之后，这个0.5可能就会飙到5、6、7、8、9了，懂了没？而且呢，这才只是第2次加息，下个月初的缩表还没来呢，后面的5次加息还没来呢。就目前为止，很多那些靠着个基金会、VC 借贷关系拉盘维持币价的项目方几乎99%他们现在都很难受，他们都有点玩不转了。这些项目方他们面临着和 Luna 一样的难题，那就是这个钱借还是不借？借了吧，有高息，这种高息能否从韭菜的身上收割回来、赚回来，还不确定。目前看起来是比较难的。现在市场不好，韭菜又不敢买那他们就自己得认这个利息。如果说他们不问 VC、问基金去借钱，问资本去借钱，那最后就是项目方撤资，然后呢盘子被大砸，盘子一被砸，韭菜更不敢买了。那么他们这种靠着池子吃饭的生意也就没了。我告诉你们，项目方想赚钱其实很简单，就是把这个池子给弄起来，然后呢没钱了，从这个池子里面出点币，发点币，卖掉，卖掉以后把钱抽出来。我告诉你，99.9%的项目方都是这，池子里面有几个亿，他赚钱就跟天上抓来的一样，想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呢，现在如果说，现在钱不好拿了，市场环境不好了，没有新鲜的韭菜进来了，池子维持不住了，那项目方他也尴尬了，他也很难从里面抽钱了。如果说他们一抽钱，盘子也就崩了，明白了没？那这也就是很多项目方他现在很想做的事儿。我去他妈的，我还做这生意干啥呢？对吧？我直接把池子一撤，钱全部拿走，我就几辈子花不完了，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已经不存在所谓的安全的币了，什么锁仓呀、协议呀，这了那了的，全是骗人的。
我告诉你，无论是链币还是项目币啊，链币虽说不会归零，但人家也可以把钱抽出来呀，撤池子呀，对不对？就跟 Luna 是一样的啊，我不让你归零，但是我可以让你加0.000000000，对不对？哼，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欧美的分析师说，Luna 它就算是资本撤资了，也不可能跌到$1以下。这种事情是非常可疑的。Luna 怎么能？你说仅因为资本套利了或者挤兑了，就能跌到0.00000几？不可能嘛！你说大资本机构全部撤完了，那还有至少原始投资散户在吧？对不对？啊？难道说所有人都跑干净了？这些人都是统一约定好的一个时间，全世界的人都在统一的时间把这个盘子给砸得归零了？不可能吧？面具人，我也是这种观点啊！一个盘子被砸盘，一个盘子的钱能没有了，只有一种原因，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项目方监守自盗，明白了没？啊，但凡你是做过生意的，你懂这种软件呀、编程呀、C++ 呀，你就能知道面具人我说的是啥意思。其实 Luna 的创始人、项目方撤池子，再加上各个交易所迅速的响应。啊，有接下来的立刻的预案，该拔网线的拔网线，该制定新的营销方案的就推出新的营销方案。那这些东西不要写代码吗？其实交易所的代码，包括他们之后的各种宣发文案，早就是预先写好的。写文案很累的，写代码很慢的。可是为何 Luna 一出问题，这些交易所、这些媒体好像是提前布局好了一样，大家统一行动。统一的步调啊，一起作战，你不觉得可疑吗？面具人，我是媒体人，我也是个商人，我是当老板的啊，我知道当老板的该去安排什么事情，安排好了以后才能行动，懂了没？代码早就写好了，稿子早就准备好了，懂了没？只等一声令下，咻就发射出去。其实 Luna 归零之后啊，你们看 FTX 交易所。还有OE火币，甚至还有很多交易所的名人、币圈名人啊，甚至威神都站出来给 Luna 项目方洗地，说：“哎呀，Luna 项目方也是受害者呀，人家好得很，人家没问题，是你们这些消费者自己选择投资了，那你就自己要承担后果，不存在什么下圈套呀、搞内幕交易呀、利用自己的开发权限呀，不存在，不存在啊！钱没了跟项目方没关系，都是你们这些韭菜贱。”这些名人能跳出来说这些话，已经证明了，这就摆明了是提前安排好的精密布局，对不对？不然的话，这个事件的节奏感是不可能这么好的。Luna 这个事件呀，其实开了一个非常恶性的头，那就是其他的项目方如果遇到经济问题的话，或者是不想玩了，想大收割，都会效仿 Luna。反正项目方卷款跑了以后，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韭菜也无法反击，对吧？反正人家赚了几十个亿了，哎，人家官商勾结，媒体、警察局都可以买成自己人啊！你让韭菜怎么反击？更何况韭菜也没有反击的欲望，哎，亏点钱嘛，对吧？能扛得住的就扛得住，扛不住的就去跳楼死，对吧？就这么简单，该活的活，该死的死，日子还要过。反正项目方你拿我没办法，对不对？我有警察给我做保镖，我有媒体给我做吹鼓手，你能把我咋？啊，你连个8块钱方便面都吃不起，律师、飞机票你都买不起，你还能把我咋？指望着你们这伙烂逼韭菜能联合起来把我告了，来试一试啊！你去派出所、去警察局啊，去报个案，人家警察局，警察就跟你说，哎，来做个笔录，好了，你回去等通知。就不了了之了，等通知，10天半个月，1年2年，拖上个几年，把你就拖得没劲儿了。你别以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全世界都一样。你有钱在哪儿都可以官商勾结，懂了没？你让韭菜反击，你说在这种情况下，韭菜怎么反击？我们只能做的就是不给人家送韭菜，不培养出来恶龙，在这些无良奸商膨胀、实力强大之前，就让他没有养分。我们做价值投资，做理性投资行不行？
不行，因为市场就喜欢这种追涨杀跌、暴涨暴跌。其实不只是 Luna 现在想这么做啊，有很多项目方现在都不想玩了。又是加息又是缩表的，我扛他妈的那么高的利息干啥嘛？还不如直接把钱一卷跑了呢。QuickSwap 也差点爆雷，据他自己说啊，目前还算安全啊，只不过是有人攻击了他的域名。但是面具人，我觉得这有打预防针的嫌疑啊。AVAX 也说自己安全，说自己在 Luna 那儿的几千万是安全的，没问题，好得很。雪崩教授还说，Luna 不会归零的。那前几天雪崩教授在 Luna 10几块钱的时候就说 Luna 没事儿啊，绝对会站起来的。然后呢，就跌到了0.00000几。我告诉你们，这些项目方啊，他们都是穿一条裤子的。你信他，你还不如去吃屎呢啊！你现在就别信什么这个项目那个项目安全了啊！面具人，我现在认为任何币他们都不安全。Luna 可以跑路。其他的币就不能跑路了吗？全世界排名前4的币它都能跑路，那其他排名还不如它的就不能跑路了吗？你们想想，而且这个市场就很贱，非常的下贱。你们看，币安还要做食尸鬼，用假数据网军搞个什么 Luna 2.0，还搞个什么 Luna 清零计划，让这些投资人回本啊，帮助投资人的这个计划，摆明就是骗局嘛。币安还拿这个东西继续收割韭菜蹭热度，发挥余热，鞭尸。市场仍然疯狂的，大家还是买，觉得现在 Luna 马上要救市了赵长鹏要救市了，各个资本方又重新拯救 Luna 了。现在0.00000几，你买进去就是几百倍、几千倍，买。大家的赌徒心态又被勾起来了。然后呢，又把韭菜和钱送进去了。没办法，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培养什么样的商家。现在的大环境就这样了，这些项目随时都有可能崩盘。Luna 都能崩，其他的不能崩吗？其他的更会崩了，对吧？而且现在的媒体效应也会发酵这些恐惧。大家一看加密货币这个崩盘了，那个跑路了。天天都是骗局，前面人拉后面人，没有任何产品，没有任何商品无非就是你买了，币价涨了以后，他再拉几个人买进来，币价又涨了，币价涨了以后，无非要么前面人把后面人割了，要么就是项目方大收割，把所有人都割了。总之呢，这些人除了最后拿到一点点空气数字，什么都落不下，恐惧还在蔓延。下个月初还有缩表要公布。比特币目前震荡区越来越低，你们看图，大环境现在充斥着恐惧，而且现在很多人已经对这种虚拟货币、虚拟互联网金融没信心了，大家又想都去投实业了，再加上加息缩表，让市面上的钱越来越紧缩，还有各国政府现在也都在打压科技类、科创类、娱乐业、服务业，各国政府的方针是让大家去重工农业。还有一个新闻就是现在华尔街全世界的股市这种科创类的、科技类的、娱乐业的股票都在暴跌，是暴跌的最狠的。反而呢，那些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制造业那些股票都没有受到什么太大的冲击。从这里面就能看出来各国政府的调性了。那就是咱们这些奴隶娱什么乐呢？玩什么玩呢？玩蛋去吧，玩蛋多生2个孩子还算不错，给政府贡献奴隶，贡献下一代的韭菜。你说你没事看个电影打个游戏，上个网干啥嘛？还不如去赶紧种地、搬砖、修路，对吧？政府要的是这些玩意儿，还能让你们这些个奴才天天在家玩鸡巴呢玩，对不对要玩也是玩鸡巴。大环境就是这样。好，你觉得如果不是？来，你告诉我，比特币还有什么理由能涨到5万、6万、7万、8万？最起码短期很难吧？咱也不是说它没可能，只不过这个可能性很渺茫，目前我们看不到希望，对吧？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加密货币现在的信誉度和资金情势已经跌到了谷底，是不是？所以呢，接下来的操作我还是建议空仓。
你实在是忍不住手痒痒的话，那你还是按照面具人我这几天一直强调的，抓跌破位做超短线，抓那种跌破整数位，然后反手进去，赚上1、2个点、3、5个点你就跑啊。同样的亏损你也要提前想好，你能亏2个点、3个点、5个点，你就把它止损别忘记设好。我告诉你们，现在一定要谨慎，赚钱不容易，不要把你的钱白花花的银子送给那些无良项目方，明白了没？你把钱给人家，你最后连一坨屎你都落不上，你还不如拿钱去买屎买肥料呢，还能自己拿肥料去种点树啊，种点庄稼自己吃。你买成这空气，最后啥也没有，还不如充游戏呢。充游戏你买点游戏装备，买点游戏皮肤，你最起码你还能到那些什么游戏交易网上去卖一卖，对吧？面具人我之前玩那个三国杀，还有传奇、奇迹、大话西游，我充了几万块钱的号，我之后不想玩了，我还能卖个几千块钱。但是你买这些加密货币，最后就是零呀，什么都没有呀。目前真的没有安全的项目了，都是大风险。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还不如投我自己的渠道找来的稳妥项目呢。毕竟很多项目方找我，他是要给我他的核心资料以及他接下来的战略布局的。我是能知道这些项目究竟是死是活，这些项目方到底是想干啥，是想割韭菜，还是想真真正正的做生意。你们的渠道跟我肯定不一样，谁让我是名人呢？如果你们想要更及时的币的操作点位，包括参与我接下来的这些稳妥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的话，以达到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又或者呢，你们觉得牛回来了，现在是抄底的时机，那就赶紧去抄吧！啊，管他呢，梭哈干进去，死了算了。